以看3位奥运冠军即将上演神仙打架。今天的这场比赛竞争非常的激烈，神仙斗法的效果，漂亮，太棒了！肯定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分数。这一幕发生在2021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女子10米跳台决赛现场。本场比赛最大看点当属在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的寒门小将全红婵与女子双人跳冠军张家齐和陈芋汐的巅峰对决。众所周知，奥运冠军易得，全国冠军难夺。那么3位奥运冠军在这场神仙打架的角逐中，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回到比赛现场一探究竟。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一共跳5轮，在先上场的是东京奥运会双人跳冠军张家齐。他代表的是北京跳水队，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0 的动作 107D 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张家齐这一跳动作完成度以及水花处理的都不错，最终获得了81.00分。接下来上场的是同为东京奥运双人跳冠军的陈芋汐，她代表的是上海队，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 107D。我们再来看看她的表现如何。陈芋汐这一跳在入水时垂直度和水花处理的稍显瑕疵，最终只获得了76.5分。最后轮到在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的寒门小将全红婵上场。本场比赛他代表的是广东队，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0 的动作 107D。听说他这个动作能让菲律宾跳水队一度陷入沉思，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拭目以待。水花处理得很好，果真如此，他这一跳虽然入水角度稍有偏离，但水花消失处理的相当漂亮，足以让菲律宾跳水队陷入沉思。最后获得了78.00分。首轮过后，张家齐3列防守，全红婵位列第2，陈芋汐紧随其后。紧接着来到第2轮的激烈较量，率先上场的依旧是代表北京队的张家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2 的动作407，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张家齐这一跳实在太漂亮了，无论是动作连贯度还是水花处理都堪称完美，最终裁判也是打出了84.8的高分。接下来轮到在第1轮较量中排名第3的陈芋汐上场，他依旧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4077。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一轮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差一点点。陈芋汐这一跳依旧没发挥好，在入水的一瞬间，由于身体打开过早，导致水花没有压住，最终只得到了78.4分。最后轮到在第1轮较量中位列第2的全红婵上场，他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2 的动作407，这个动作也是他的杀手锏，看来他这是要准备反超张家齐，领跑榜首了呀！漂亮，看看会不会有裁判给满分。好家伙，真不愧是杀手锏动作！全红婵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完美的水花消失术，直接燃爆了全场，得到94.4高分的同时，第一总分172.4分，直接上升至榜首。紧接着进入第3轮激烈的较量，依旧是张家齐率先上场，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3 的动作2077，然后翻腾3周半抱膝。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一轮能否依然稳定发挥。漂亮，好家伙！水花压得比我扔的石子都小，张家齐这一跳直接惊艳了全场，更是获得了94.05的高分。下面轮到在前2轮中发挥失常的陈芋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3 的动作626，那么这一轮他能稳住心态，完美发挥吗？我们接着往下看。完成的还不错，陈芋汐虽然没有像前2轮那样发生太大的失误，但这一跳入水角度和水花处理还是稍显瑕疵，最终得到了82.5分。最后轮到领跑榜首的全红婵上场，他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207，那么他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呢？我们共同拭目以待。不愧是东京奥运会满分冠军，只见他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堪称完美。最终裁判更是打出了94.05的高分，以总分266.45分，继续领跑榜首。张家齐紧随其后，法官陈芋汐则是调出了奖牌位。紧张激烈的第4轮较量开始后，率先上场的依旧是代表北京队的张家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2 的动作6243，臂力向后翻腾2周，转体1周半。非常可惜，张家齐这一跳发挥的并不理想，裁判只给了86.4分。紧接着轮到位列第4名的陈芋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3 的动作207，起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这一轮他能顶住压力，后者居上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是一个不错的表现。陈芋汐相较前3轮发挥的还算不错，最终获得了89.1分。最后轮到稳居榜首的全红婵上场，他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6243，臂力向后翻腾2周，转体1周半。那么他依旧能稳健发挥吗？咱们接着往下看。水花处理的很不错啊，但是角度不行。哎呀，难道全红婵和张家齐是被彼此的实力吓到了吗？
这一跳同张家齐一样有所失误，同样只获得了86.4分。好在前3轮发挥稳定，等分依旧位列第一。张家齐紧随其后，陈芋汐上升到了第3，重新跻身进了奖牌位。金牌大战一触即发，冠军之位究竟花落谁家呢？我们回到比赛现场，共同见证率先上场的依旧是张家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2的动作5253，然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躯体。他如果想逆转全红婵夺冠，必须跳出不低于90分的高分。哎呀，稍微入水处理的差一点点啊。从现场解说的语气中，我们不得而知，张家齐还是没能顶住压力，入水的一瞬间稍显失误，最终仅获得76.8分。不过凭借前4轮积攒的巨大优势，斩获一枚奖牌肯定毫无悬念。具体是什么颜色，要看陈芋汐和全红婵的终极一跳了。位列第3的陈芋汐，最后一跳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5253，那么他能顶住压力，保住这枚铜牌吗？漂亮，陈芋汐最后一跳发挥的还算不错，获得83.2分的同时，也提前锁定了一枚铜牌。如果全红婵最后一跳依旧能够稳定发挥，那这枚金牌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他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2的动作5253B。接下来让我们停止解说，拿出平板，共同来记录这一荣耀时刻。漂亮啊，这肯定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分数。只见他果断纵身一跃，翩若惊鸿，宛如游龙，像天外飞仙一样直插水里，完美的水花消失术瞬间燃爆了现场，最终以总分440.85分轻松夺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全红婵作为场上年龄最小的选手，依然能稳住心态，鹤立群雄，强大的内心着实令人佩服。同时，这场比赛也告诉了我们，有志不在年高，英雄当初少女。这些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年纪轻轻就肩负起了祖国的至高荣誉。小编不由得也想吟诗一首，祝愿他们日后永放光芒，红起冉冉少年心，海上轻盈身与世，婵娟与共中华梦，唯独男足不堪服。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请在评论区留言。一场国际比赛硬生生的被这2个小姑娘弄成了队内训练赛。外国选手现在看到全红婵和陈芋汐，估计都头疼。比赛一点期待都没有，每次就只能静静的看这俩神仙打架，没有一点游戏体验。好不容易熬过了福冈世锦赛，这次德国跳水世界杯中，这俩小姑娘又来搞事情。这次她们将用怎样的表现来征服世人呢？2023年8月6日，坐标德国索利欧罗巴体育公园，这场令全世界瞩目的女子10米台决赛将再次举行。刚刚在福冈世锦赛拿到单双人金牌的全红婵和陈芋汐，这一次又马不停蹄的赶到了这里，参加这场跳水世界杯的超级决赛。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不言而喻，能进入决赛的都是这个项目中绝对的强者。可以看到很多外国选手都是老熟人，他们在全红婵和陈芋汐不断的打击之下，这些年也是进步了不少。某种意义上，全红婵、陈芋汐每一次不仅仅在比赛，其实也是在给外国选手免费的示范教学。那么接下来我们闲话不多说，一起来看全老师和陈老师开课。首先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他的第一跳选择107，以难度系数3.0。加拿大选手的入水控制还欠点火候，这一跳得到了66.00分。随后是德国选手的第一跳，选择5253，以难度系数3.2。德国选手的这一跳也得到了64.00分，选择6243，以难度系数3.2。斯潘多里尼不愧是全红婵的好朋友。这些年真的进步了不少，这一跳成功拿到了72.00分。接下来就是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一跳，选择107，难度系数3.0。简直太惊艳了！从慢动作可以看出，全红婵的107比加拿大选手细腻太多了，每个动作的衔接都行云流水，最后得到了78.00分。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一跳同样是107，难度系数3.2。陈芋汐同样用完美一跳回应了队友全红婵，最后得到了84.00分。从第一轮就开启了神仙打架的篇章，陈芋汐以6分之差暂时排第一。进入第二轮，加拿大选手的第二跳选择3054，第一难度系数2.8，最后得到了63.00分。德国选手的第二跳是107，难度系数3.2。外国选手在一些细节方面的处理显然是不够的，德国选手的这一跳也只拿到了54.00分。英国选手的第二跳选择407，难度系数3.2，不错不错。也只有斯潘多里尼能看到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尾灯，他的第二跳发挥出线，最后得到了76.8分。看来是从全老师身上学到了不少。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二跳选择407，难度系数3.2。
我的天啊！全红婵的407，仿佛就像一根针掉入了水中，水的处理能力也太强了。第一跳也毫无疑问得到了91.2分。我们看陈芋汐的第二跳，同样是407C 难度系数3.2。虽然没有全红婵那么恐怖，但是这一跳也稳稳的拿到了76.8分。这一轮全红婵凭借出色的发挥反超了陈芋汐，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真是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呀！让我们来看第3轮，加拿大选手的第3跳选择407C 难度系数3.2。加拿大选手倒是一直很稳定，最后得到了72.00分。德国选手的第3跳选择205D 难度系数2.9。这一跳德国选手本想降低难度提高质量，可惜最后动作质量也没有多高，只得到了52.2分。英国选手的第3跳选择107D 难度系数3.0，最后得到了67.5分。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3跳选择6243D 难度系数3.2。全红婵一个臂力动作，轻轻松松再取83.2分。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3跳选择626C 难度系数3.3，同样也得到了79.2分。这一轮两位中国选手均提高了动作难度，提前拉开了和中文的分差。下面来到关键的第4跳，外国选手到底能否顶住两位王者的压迫呢？加拿大选手的第4跳选择207难度系数3.3。加拿大选手的这一跳身体打开的有些晚，最后只得到了49.5分。德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C 难度系数3.2。当难度升级后，外国选手也开始认真起来了。德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305C 难度系数2.8。最后得到了60.2分。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4跳选择207C 难度系数3.3，真的太可惜了。全红婵的207膝盖出现了失误，最后只得到了69.3分。此时陈芋汐的机会来了，她的第4跳同样是207C 难度系数3.3。不得不说，虽然全红婵有时的单跳动作确实非常惊艳，但相比来说，陈芋汐更加稳定。凭借这一跳的89.1分，陈芋汐再次完成了反超，以329.1的总分排名第1，而全红婵仅仅落后7分，排名第2。此时还剩最后一跳，这一次全红婵和陈芋汐谁才能笑到最后呢？我们进入最终的对决，加拿大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D 难度系数3.2。哎呦，不错！加拿大选手突然灵光乍现，这一跳得到了73.6分，必须给个鸡腿鼓励一下。德国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6243D 难度系数3.2，最后得到了67.2分。英国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D 难度系数3.2。关键时刻，斯潘多里尼出现了重大失误，只得到了54.4分。小姑娘也是非常自责，没有关系，你已经非常棒了。接下来就是令人心潮澎湃的冠军之争。首先我们来看全红婵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D 难度系数3.2，简直无懈可击。在得到了86.4分后，全红婵成功将压力抛给了陈芋汐。陈芋汐的最后一跳同样是5253，让我们屏住呼吸，千万不要眨眼。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最后时刻，两位中国选手满足了所有人的期待，纷纷上演属于王者之间的极致表演。陈芋汐凭借91.2分的最后一跳，力压队友全红婵夺得冠军。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比赛，为你们鼓掌点赞。